老兄弟、老姐妹们，咱们今天坐下来泡杯热茶，好好聊一聊。我是蔡志林，你们抬头看看日历，再掐指算一算，哎呦，这2025年可就只剩下最后的20天喽，是不是觉得这日子啊过得跟翻书一样快？好像年初大家互道新年快乐的声音还在耳边呢。这一眨眼的功夫，2026年的门槛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在咱们眼前了。天也冷了，台湾这几天凉飕飕的，大家早上出门运动，晚上去公园散步，记不记得多加件外套？志玲，我这2天在街上走，看到好多店家啊，橱窗里已经挂起了2026年的新月历，红彤彤的，看着是喜庆。邻居们见面聊的也开始从吃饱没变成你家大扫除开始了没？是啊，年终大扫除是咱们的老传统了，要把家里积了1年的灰尘扫干净，窗户擦亮，准备迎接新年。但是志玲，我今天急匆匆的录这段视频，可不是来提醒你们扫地拖地擦玻璃窗的，这些事啊你们肯定比我在行。我今天要提醒你们扫的是另一个地方，一个可能被你们忽略了但却藏着隐患的地方，那就是你们的口袋，你们银行账户里的灰尘。如果你常在健康之道这个频道听我聊聊，你应该有印象，我之前就提过，2026年对咱们普通人，特别是咱们这些看重安稳的老一辈来说，是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尤其是关乎咱们的钱袋子。当时我说那是未来式，但现在我告诉你，它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。这个变化不是明年才慢慢来，它已经启动了，而且关键的执行期就卡在眼前这最后的20天里。如果你还不赶紧行动起来，去银行把你名下那些睡了很久的都快被遗忘的僵尸户头给处理掉，等到2026年元旦的钟声档一响，也就是3个礼拜不到的时间，你可能真的会遇上意想不到的麻烦，那时候再拍大腿可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志玲我说的这么急，好像火烧眉毛一样？这里头有2个关键原因，你得听我细细道来。第一个原因是银行的规矩，每年的12月，特别是中下旬这段时间，是银行关账、进行年度结算和系统大升级的黄金时间。很多新的规定、新的风险管控措施都会选择在跨年这个时间点正式上线生效。也就是说，银行系统会在新旧年交替的那一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切换和筛查。你的账户如果不符合新系统的要求，就容易被卡住。第2个原因是现实情况。老友们，你们最近路过银行的时候，有没有朝里面望一眼？那个人潮啊，排队都排到门口外了。大家都在赶年底这趟车，办业务的、转账的、处理财务的。你现在不动，非拖到最后1个礼拜再去，那可不是排队等一会的事了。你可能得在银行冰冷的椅子上坐上一整天，看着号码牌干着急，事情还不一定能办成。咱们这岁数，时间宝贵，身体也经不起这么耗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今天这期视频不是我给你们的建议，而是我蔡志玲给咱们自家老兄弟老姐妹的一份紧急通知。哪怕你现在正在厨房看着火，或者正陪着孙子孙女玩，也请你腾出这10几20分钟，认真听我把话说完。这是关系到你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钱，更关系到你2026年一整年能不能过得顺心安心。咱们中国人，尤其是咱们台湾的老辈人，最讲究什么？讲究过年的仪式感。虽然现在离农历春节还有一阵子，但阳历年马上就要翻篇了。在咱们传统的观念里，不管是风水还是运势，都有一个核心的道理，叫做除旧布新。家里的破碗破盆要扔，吱呀响的椅子要修，穿旧的衣服要洗干净收拾好。那么你放在银行里的钱，这个最重要的家当，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呢？如果你手里还捏着好几本存折，都是好几年没去动过、没去瞧过的，那就像你财库里的一潭死水。老话讲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水不流动就会发臭生煞，钱不流动也就很难带来新的财气。特别是站在2025年尾巴尖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，咱们马上就要迈进一个全新的流年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还留着一堆僵尸账户，那就等于是把过去1年的成就气，甚至是霉运，硬生生的拽进了新的1年，这多不划算啊！再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，银行系统在年底这个时期是最敏感、最严格的。
大家这几年都深有体会，台湾诈骗案件层出不穷，政府推了打诈专法，银行是执行的第一线。我收到一些确切的消息，很多银行为了全力配合政策，防范风险，会在2025年底启动一次前所未有的账户大清洗行动。什么叫大清洗？就是银行的电脑系统会自动的一遍遍的扫描所有账户，凡是那种长期没有交易记录、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似的，或者是开户资料不齐全、预留信息太过时的，比如你印章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，这些账户极有可能在跨入2026年第一秒就被系统自动标记，列入待核实，甚至暂停非柜面交易的名单里。一旦被列进去，麻烦就来了，那就不单单是你这个沉睡户本身取不出钱的问题了，更棘手的是，它可能会连累到你名下其他正在正常使用的账户，让银行系统对你整个人的信用和交易都产生怀疑。你想想看，万一哪天你急着要给在外地的孙子转一笔学费，或者家里有人生病，急需一笔钱付医药费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卡被限制交易了，电话打到银行，对方跟你说，先生，您的账户需要本人来柜台核实才能解除。那时候你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大过年的心里得多堵得慌，多晦气啊。所以说，老友们，时机不等人啊，趁着现在还有整整20天的时间，趁着银行还没开始放元旦假期，咱们必须得行动起来了，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。好，咱们闲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你听完视频，赶紧回家，翻翻你的抽屉、柜子，好好找一找，重点看看有没有下面我要说的这3类户头。如果有，听志玲我一句劝，明天早上，哪怕天气不好，下点小雨，哪怕你腿脚有点酸，也尽量爬起来去一趟银行，把它们给处理干净。首先，第一类是那些年因为人情面子才办的人情卡、人情户。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，最重情面。你好好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家里总藏着那么几张银行卡，甚至存折，你根本就没用过？可能是好多年前，儿子女儿在银行实习，需要冲业绩，求你帮忙开个户，或者是老街坊邻居的女儿在拉存款任务，你抹不开面子，就去存了1000、2000块台币，表示一下支持。这些户头啊，你恐怕连密码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连那本薄薄的存折塞在哪个角落都不记得。但是它在银行的系统里可是一个活着的账户，每年都在产生记录。为什么现在必须立刻处理掉它们呢？因为到了2026年，银行对于这种几乎灵活月度的睡眠账户管理态度会越来越严格。虽然法规说不能乱扣小额账户管理费，但银行有别的办法来提醒你，比如它会定期往你开户时留的地址寄送通知，要求你去更新身份资料。如果你一直不理睬，它可能就会分阶段限制你的账户功能，最后彻底冻结。这还不是最坏的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你的个人资料在年底这波网络攻击高峰里不小心泄露了，这些你完全不管不顾的僵尸户就成了诈骗分子眼里最理想的肉鸡。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账户进行非法操作，一旦出事，警察顺着账户找到你，你难道想在2026年的大年初一不是在家团圆，而是跑警察局去做笔录吗？所以翻箱倒柜找出来，只要是不用的，哪怕当初只是为了情面，也统统去销户，绝不留后患。这第二类啊，特别普遍，也最容易让人觉得无所谓，那就是你已经离职退休多年的前公司薪资户。很多老友退休好些年了，钱包里还放着以前公司发工资的那张银行卡或存折，里面可能就剩几十块、几百块的零头。你心里琢磨，就这么点钱，特地跑一趟银行，油钱停车费都不够，算了算了，就当没了。老兄弟们、姐妹们，这个算了的念头千万不能有，这已经不是那几百块钱本身价值的问题了。你要看到一个大趋势，现在银行业正在疯狂的瘦身，进行分行合并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咱们家附近熟悉的银行网点是不是越来越少了？好多分行都说关就关了。到了2026年，为了节约运营成本，这个趋势只会加剧，会有更多的实体柜台被裁撤。你手里那个多年前公司的薪资户，很可能是一家业务范围不广、分行数量稀少的银行。如果你现在嫌麻烦，不去把这几百块零头取出来，把账户消掉，
等到明年你真的想起来要处理时，可能就无处可办了，因为你家附近甚至整个区域的那家银行分行，很可能在2025年12月31日就正式关门歇业了。到时候，你为了取这区几百块钱，得辗转坐车到别的县市去找网点，花费的时间、路费、精力远远超过账户里那点钱，那才叫真正的因小失大。而且这种薪资户在你离职后，所有的专属优惠早就结束了，它就是一个最普通甚至服务等级最低的账户，留着它没有任何好处，只会让你的资金分散，管理起来更麻烦。说到这里，我看窗外的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了，冬天嘛，夜晚总是来得特别早，咱们坐在这儿聊这些家长里短、钱财事务，说到底追求的就是安稳这2个字。我蔡志玲到了这个年纪，做健康之道这个频道，不图出名，也不图赚多少钱，就图咱们这群相识相知的老朋友，在人生的后半程能少踩一些坑，少受一些没必要的罪，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、舒舒服服。如果你觉得志玲我今天这番话是真心实意为你着想，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操心，那就请你动动手指，在视频下方给我点个赞，或者订阅一下健康之道这个频道。在这最后的20天里，我还会抓紧时间再出几期视频，专门讲讲咱们老年人年底该如何规划，如何用最好的状态迎接2026年。你订阅了就不会错过。好了，咱们喝口茶，缓一缓，接着讲的3类，也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最容易出大问题的一类户头。咱们台湾的长辈疼孙子孙女，那是出了名的，倾尽所有都愿意。很多阿公阿嬷在孙子刚出生，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就欢天喜地跑去邮局或者银行，用孙子的名义开一个账户，或者是开那种需要你和儿子儿媳共同签字才能取钱的联名户，然后把存折宝贝似的收在自己这里，心里美滋滋地想着，等孙子长大成人，结婚成家的时候，把这本存折连同一笔积蓄交给他，给他一个惊喜，多有新意啊！老友们，这份心意和疼爱，天地可见，绝对是好的。但是想法很美满，现实却可能很骨感。现在是2025年底了，银行为了打击洗钱和诈骗，相关规定已经严格到什么地步了呢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不是账户本人，哪怕你是亲爷爷、亲奶奶，你拿着全家的户口名簿，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印章，想去动这个以孙子名义开的户头，都可能难如登天。尤其是这种长期没有交易，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儿童账户或联名账户，一旦孩子年满18岁，在法律上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，银行的系统很可能会自动将账户权限锁定，强制要求本人亲自到场更新身份信息，办理后续业务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你的孙子正在国外读书呢？如果在台北、高雄工作，忙得根本请不出假呢？你这个本想给惊喜的礼物，就变成了给孩子添的一个大麻烦。他可能得专门请假，甚至坐飞机赶回来，就为了处理这本存折。到了2026年，随着数字化身份认证全面推行，这类手续只会更复杂，更强调本人亲办。你手里珍藏的那本存折，搞不好真的会变成一叠无法动用的纪念品。你想给孙子爱的支持，结果反而让他焦头烂额，这岂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？所以趁着现在年底，趁着孩子们可能学校放假，或者元旦假期会回家团聚，赶紧把这些以孩子名义开的或者联名的账户理一理，该把支配权完全转给孩子的就转，该销户的就销户。最实在的办法就是把里面的钱取出来，换成一个厚厚的喜庆的大红包，等过年一家人团聚的时候，笑呵呵的直接塞到孙子手里，那份喜悦和温暖是实实在在的，比一本冷冰冰的可能带来麻烦的存折不是要好上1万倍吗？好了，说完了哪3类账户需要重点清理，志玲我还得再啰嗦几句，教你们在这最后20天去银行的实战技巧。因为年底的银行那简直就像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人多事杂，柜员忙，你要是没做好准备就冲过去，很可能排队排到腰酸背痛，好不容易轮到你，却因为少带一样东西，5分钟就被打发回来，让你改天再来，那心里的火气和失望，血压怕是都要 hold 不住。你听我几句经验之谈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总结。
第一，千万别挑这个月最后那个礼拜，尤其是最后2-3天去。今天是12月11日，你最佳的行动窗口期是12月12日到12月25日这2周。一旦过了圣诞节，进入26、27号，那不仅是个人业务高峰期，更是所有公司、企业、财务人员扎堆办理年终业务的时候，整个银行大厅会挤得水泄不通。你一个老人家去跟他们挤，太受罪了。所以听我的，就明后2天计划好，立刻出发。第二，出门前像准备出征一样检查你的装备，双证件、原留印章、老花镜，这3样一样都不能少。身份证是根本，没它什么都免谈。第二，证件，健保卡或者驾照，现在银行规定必须双证件核实，记得都带上。最头疼的是原留印章，你20-30年前开户用的那枚章是圆的还是方的？是木头刻的还是牛角刻的？字迹还清晰吗？如果你实在记不清了，稳妥起见，把家里你常用的、觉得可能的那几枚印章，统统装进一个小袋子带上，让柜台专员帮你比对。如果真的怎么也找不到，那就要做好印章挂失的心理和物质准备，记得多带100-200块台币，以备重刻印章的费用。老花镜更是关键，现在银行那些申请表、风险告知书字印的比蚂蚁还小，条款密密麻麻，你一定得戴上眼镜凑近了，看清楚了每一个字再签名，千万不要迷迷糊糊被理财专员引导着，又签了什么不必要的理财产品或者保险。第三，到了银行，心态要放平和，要有点智慧。年底柜员业务量巨大，身心疲惫，有时态度难免急躁。咱们老人家去了，如果遇到对方不耐烦或者办事流程卡住，千万别上头，别当场吵架。咱们可以用以柔克刚的办法，你就态度诚恳地跟柜员说：小姐先生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老人家不懂你们现在这些新规矩，我就是想把这点老本整理一下，好好过个年，麻烦你多费心帮帮忙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客客气气，表现出需要帮助的样子，对方通常也会更耐心地协助你办理。这叫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咱们是去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去制造矛盾的。把这些该清理的僵尸户头都处理干净，把钱拿回来之后，肯定有老友要问了，志玲啊，那这些钱拿出来之后放哪里好呢？放家里抽屉，怕小偷，整天带身上又怕丢，总得有个地方安置吧。这里我就要结合一点传统的智慧来看2026年了。从一些流年运势的角度看，2026年是离火运影响力很强的年份。火这个东西主的是变动，是趋向，是热情，但也可能是消耗。所以我的核心建议是化繁为简，回归根本。现金的流动性很重要，你名下最好只精心维护2个最核心、最常用的银行账户，这就足够了。第一个是你的老本银行或根基账户，我强烈建议你选择一家公股行库，比如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合作金库这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背后有政府背景，稳定可靠，真正是大到不能倒。你把清理其他账户后归拢起来的毕生积蓄，主要就存在这里，可以做一部分定存，保本保息，心里踏实，留一部分活存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个账户是你财务安全的压舱石，不要轻易去动它里面的本金。第二个是你的日常流动账户，或者叫菜篮子户，就在你家楼下巷子口，哪家银行方便，哪家超商的 ATM 机你取款不用手续费，就选那家，去办一张好用的金融卡，在里面放上3万元、5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，平时买菜、买水果，缴个水电费，和老朋友喝个茶，就从这里随用随取。这个账户图的就是一个方便，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账户统统减掉，销户，把你的财富像聚沙成塔一样集中到1-2个主要的地方。当你翻开存折，看到的是一个完整清晰的数字时，你心里那种掌控感和踏实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在心理上也是一种聚气，让你的财气不至于散乱。而且志玲，我再偷偷分享一个生活智慧，面对可能到来的2026年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醒，或许会有一些物价上的波动。如果你手里清理出一些闲钱，与其让它躺在僵尸户里变成彻底的死钱，或者盲目投资你不熟悉的东西，不如趁着年底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能提升你生活质量、保障你健康的东西。
比如换一张支撑更好，让你睡得更香的床垫，淘汰家里那台耗电的老冰箱，换台省电环保的新款，或者去把困扰你很久的牙给好好补一补、治一治，把这些钱花在让你的身体更舒适、生活更便利的地方。这其实就是把死钱变成了活福气，是对自己最实在的投资。老友们，视频到了最后，我蔡志玲还得再啰嗦一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句：时间它真的不等人啊！今天的日历撕掉一页，2025年就真的又少了一天。千万不要抱着哎呀明天再说，等下个礼拜天再去办也一样的想法，拖着拖着你就拖进了2026年，拖着拖着那个账户可能就真被系统冻结了，拖着拖着那笔小钱和那份担忧就成了你心里一个老是惦记着的疙瘩。咱们活到这把年纪，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图的是什么？图的不就是一个活得明白，活得爽快，活得心里清静吗？把那些陈年老账、历史遗留的财务问题，就在2025年这最后的20天里，彻彻底底的算清楚、理干净，然后一身轻松、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去推开2026年的大门。这份主动梳理人生的智慧和魄力，才是咱们老年人最该有的风采。别再犹豫了，明天早上吃过早饭，穿上暖和的外套，拿上准备好的证件印章，就去银行吧。事情办妥了，回来顺路去公园溜达一圈，晒晒太阳，和熟识的老朋友打个招呼，心里该有多畅快。我是蔡志玲，如果你今天真的把话听进去了，那么现在就放下手机，先去检查一下你的存折和卡片吧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提醒非常及时，可能帮你避免了大麻烦，也请你行好，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你的家族群、老朋友link群里，告诉他们一声，喂，别再睡了，快去看看自己的银行户头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点赞、订阅健康之道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祝大家年底这场财务大扫除能扫除隐患，扫除安心，扫出一个金光闪闪、安稳顺心的好来年。